这个女孩太可怜了，她年幼丧父，母亲被人侮辱致死，因为目睹了残忍的凶杀过程，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造成她虽然双腿是健康的，却因心理障碍而瘫痪，就像植物人一样躺着一动不动。女孩名叫叶子，无依无靠的她靠着社区的救济苟活了下来。因为从小懦弱胆怯，10年来她成了周围人发泄的对象。叶子躺在床上，双眼呆滞地盯着天花板，旁边有一群混混正在开派对。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享用叶子。正玩得尽兴，突然楼下传来开门声，混混听到动静赶紧跳窗逃走。混混头目上万临走前还不忘亲叶子一口，动作是那么的熟练。叶子嫌弃他擦掉脸上的臭口水，对眼前的一切早已习以为常。原来是社区派来照顾他的女护工子英来了。子英表面上照顾的无微不至，背地里却十分的阴暗。上一秒还很温柔的自称姐姐，下一秒就猛扇叶子巴掌，不开心就剪她的头发，打开音乐疯狂摇头蹦迪。他就是靠欺负弱小来获得快感。除了子英，社区主任金科长也经常来看望叶子。表面上看起来他对叶子的事情很上心，实际上在他伪善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肮脏且猥琐的心。借着剪指甲为由，在叶子身上开油。子英为了顺利转正，不惜献身于金科长，把这里当成了免费酒店。不堪入耳的声音传入叶子的耳朵里，叶子只好将头埋进被窝，逃避这一幕。可每次完事后，金科长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让子英再等等。为此愤怒的子英将心中的怨气变本加厉地宣泄在叶子身上。还有一个牧师也是叶子的常客，他是叶子母亲生前的好友，表面上和蔼可亲，帮助叶子祈祷，实际上他和其他男人一样，对叶子图谋不轨。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终于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男人打破。这天一大早，叶子一觉醒来，就看到旁边躺着一个陌生男人，还把腿搭在叶子身上，吓得叶子一直咳嗽，连忙将男人推下床。男人站起来，屁股一撅，放了个响屁，又伸了伸懒腰，猛地往床上一跳，屁股一顶，成功将叶子顶下床。叶子用双手挣扎着爬上床，男人看到他下半身真的动不了，急忙将他抱起扔在了床上。男人烦躁地抓着头发，又摸了摸脖子上的丝巾。叶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男子是谁，还以为是新来的入侵者。而男子也是一句话不说，自顾自地在厨房里做早餐，端了一盆黑乎乎的牛排扔在床头柜上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牛排和碟子都被打翻在了地上。男人没有生气，而是重新做了一份早餐，还将餐桌抬进房间，接着一把抱起叶子。刚走2步，叶子突然抽出事先藏好的刀叉，狠狠插入男人的后背。男人吃痛，扛起叶子就走，将叶子放在餐椅上。叶子很抗拒，一直挣扎。男子一把拉开椅子，开始解下皮带，这是要干嘛？叶子还以为他要行不轨之事，吓得立马拿起桌上的叉子刺向男人。男人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用力一推，叶子瞬间摔倒在地。男人将他抱起，用皮带将他固定在椅子上，然后自顾自地享用黑暗料理。叶子却一动不动。他虽然很饿，但是拒绝吃，他怕饭菜里有其他的东西，毕竟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太多了。男人看出他的用意，拿过他的那份吃了起来。看见男人吃，叶子这才抢过盘子，囫囵吞枣地吃起来，因为他非常的饿，但是吃完的时候又吐了，可能连叶子都不知道。此时的她因为被侵犯而怀孕了。男人的存在很快引起了金科长的注意，经过调查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奇怪的男人是叶子的叔叔，当年因为奸杀叶子的母亲而入狱，因为患上绝症被提前释放了出来。叔叔不会说话，只能靠手语跟别人交流。金科长和护工子英对他的出现很是苦恼。叔叔是法律上叶子的亲人，理应由他照顾叶子，这样2人就没办法私吞叶子的救助金。金科长还是想挣扎下，他以叔叔是男性，照顾叶子多有不便，强制子英留下来帮忙照顾。在叔叔的看护下，子英也不敢对叶子造次。叶子此时感觉到叔叔是在保护自己，就不再紧张的咳嗽。他甚至在子英给其换尿裤的时候学会了说不需要。子英问他敢拒绝自己的原因，是不是因为叔叔的到来觉得安全了。他想偷偷告诉叶子叔叔的罪名，却被叔叔及时制止了。看着面前这个不会说话且行为诡异的大叔，子英只好识趣地离开。当天晚上，混混上万从窗户摸进来，准备图谋不轨。这个男人将混混一把按到墙上，用手肘狠狠钳住他的脖子，双手握着吉他狠狠砸向混混，1下、2下、3下，没一会儿吉他被砸断，混混上万也伤痕累累。叶子知道叔叔对自己挺好的，帮他赶走子英，教训混混，将窗户封死，也不会欺负自己。除了爱看岛国片之外，好像暂时没有其他缺点。叶子对他放下了芥蒂，此时他已经认出了叔叔，所以开始在图画本上描绘他的样子。
但是在画到围巾的时候，他的脑中突然想起来妈妈头撞门的声音，想起来这条围巾勒死了妈妈，就再无心思画下去。他爬下楼梯，要拔掉播放成人片的电视机。叔叔把遥控器扔了出去，因为没有这个声音，他根本无法安眠。叶子最后不得不拔掉插头才结束，直到他昏昏沉沉睡着，叶子才偷偷给他处理了伤口。叔叔照顾叶子做了汤，很不自信地端到桌上。直到叶子说了句好吃，他才内心高兴的大口吃起饭来。叶子问叔叔要新颜料，叔叔写下来让他自己买，想鼓励他站起来走出去。叶子也变得爱说话，并且笑。作为一个懵懂的少女，她开始跟叔叔说心事，询问真正的男欢女爱是怎样的感觉。她也在憧憬幸福感，但从叶子的描述里，叔叔更多的是知道了叶子遭受过侵犯，所以通过狂笑来掩饰自己的痛苦。偶尔看到窗外有小鸟飞过，叶子羡慕不已，它们是那么自由。叔叔察觉到叶子的心思，开始着手给叶子做轮椅。他用轮椅推着叶子在家里飞驰，叶子找到了快乐。当叔叔推他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突然惊慌地大叫抗拒。他从未走出过这个家门，他并没有做好面对外面世界的准备，内心很惊慌。叶子在床上小便后，自己努力擦拭。叔叔进来的时候还是害羞了。叔叔在问他腿上有没有味道的时候，他皱眉咬着手指，那是少女紧张羞涩的感觉。虽然是叔叔，但毕竟是他在整个瘫痪过程中唯一让他不讨厌的男人，两人相处的还挺不错。不过两人也会闹别扭。叶子并不知道叔叔被割掉了声带，叔叔正在帮叶子擦后背。叶子突然问他是哑巴吗？为什么会变成哑巴？叔叔一听立马翻脸，双手叉腰，将抹布扔在叶子头上，还朝他吐口水。宁静的日子没过2天，金科长又带着紫英来找茬，这次还喊来了牧师梁奶奶。他想利用众人的力量将叔叔赶走，并威胁如果叔叔不走，就要取消叶子的福利金。一直都沉默不语的叶子突然出声：卡基巴。多亏这句话，叔叔得以留下来。金科长等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没过几天，警察就来了。他就是当年将叔叔逮捕入狱的那个警察。他厚颜无耻地谎称自己接到报警，说叔叔性骚扰叶子，用叔叔还在假释期的事情暗示他继续住下去会惹祸上身，不仅顶着过去的罪名，还会被扣上猥亵侄女的帽子，威胁叔叔尽早离开，否则就要将当年他侵犯并杀害叶子母亲的事情告诉叶子。这些恰好是叔叔的软肋，无奈之下，叔叔只能被迫离开。但他想在走之前给叶子做一顿饭。叔叔很认真地对照着菜谱捣鼓着，很快一桌子丰盛的菜就新鲜出炉了。叶子画了一幅画想送给叔叔，刚要掏出图，却看到墙边放着了行李包。他知道叔叔要离开自己了。叔叔用手语坦白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。叶子一时间无法接受，他崩溃大哭，愤怒地将桌上的饭菜打翻。最终，叔叔还是离开了这个家。没有叔叔的庇护，叶子又重新回到了任人摆布的状态，默默忍受着那些人的侮辱。这天晚上，轮到牧师来了，他撕下了自己的伪装，毫无避讳地向叶子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。当时叶子家经营着大产业，叶子的母亲是个超级大美女，叶子的叔叔和叶子的爸爸都爱上了叶子妈妈。叔叔不愿意和哥哥抢，选择离家闯荡。直到叶子长到5岁，叶子的父亲意外离世后，离家多年的叔叔才再次回来，并担任起照顾叶子母女的责任。小区的男人都垂涎叶子妈妈的美貌。叶子父亲突然死后，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，于是他们开始造谣，诋毁叔叔和妈妈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，甚至还说叶子其实根本就是叔叔的孩子。人言可畏，谣言说多了就会令人以为真的是事实。男人们开始指责叶子的妈妈，更过分的是，他们居然闯入家里，轮流侵犯叶子妈妈。而那个传播谣言的人就是叶子眼前的牧师，因为他早就对叶子妈妈有非分之想。为了洗脱罪名，他们联合起来，逼着叔叔也去侵犯嫂子。叔叔不忍看着嫂子受辱，一咬牙，竟狠心用丝巾将嫂子勒死。害怕叔叔说出真相，他们又割断叔叔的声带，叔叔因此成为了哑巴。看着叶子的脸蛋越来越像他母亲，牧师突然开始表白，说完他一把掀开被子，欲行不轨之事。这时叔叔突然出现，牧师连忙拉上裤子，转身准备离开，却被叔叔拦住。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。叔叔将牧师推倒，握紧拳头猛打他的脸。牧师挣扎着捡起旁边的酒瓶，砸向他的头。叔叔瞬间倒地。牧师刚坐起来，就被叔叔用丝巾狠狠勒住脖子。他拼命挣扎，终于挣脱束缚。牧师站起来对叔叔骂骂咧咧，大骂他像个傻子，只懂得付出，不懂回报。叔叔站起来疯狂踩踏他，血飞溅到叶子脸上。牧师终为自己犯下的恶付出死亡的代价。叔叔点了根烟，
系上围巾，坐到床上翻看叶子的画。那些画无声地诉说着叶子一直以来遭受的折磨。1张2张，叔叔突然仰天狂癫，无声大笑，愤怒绝望笼罩着他。此时叶子的下身竟然慢慢地淌出血，原来她长期都被那些人渣侮辱，现在流产了。这个女孩正在吊死自己，她常年被不同的男人侵犯，甚至还怀孕流产。叶子太绝望了，幸好叔叔及时发现。叔叔看到侄女自杀，不能说话的叔叔用嘶吼来表达愤怒。叶子也在叔叔的嘶声中清醒了过来。叶子怒不可遏，她就算死也要拉上那些畜生来垫背。叔叔正有此意，他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复仇。一夜无眠，叶子换了一头红发，画上最浓艳的妆容，和叔叔疯狂摇头蹦迪。两人坐在餐桌前，吃着最后一顿早餐，为复仇做好准备。第一个目标是护工子英。子英刚把瓦斯关掉，转身就看到后面的叶子，他被吓了一跳。叶子邀请他一起喝杯茶，虽然很想拒绝，但是在叔叔的威胁下，他还是乖乖地坐了下来。叶子一杯热水直接泼向他，将子英以前侮辱他的恶语原封不动还给他。子英被吓懵了，双眼含泪，一动不动。叶子在他的脸上画满自己最喜欢的植物藤蔓。第二个是村长，他是牧师的父亲。叔叔换上牧师的衣服，背对着和叶子躺在床上，因为他们知道牧师的父亲一定会在窗户边偷看。村长果然上钩了，他误以为牧师和叶子鬼混，急忙在门外不断拍门，劝说儿子回心转意。门锁突然开了，村长打开房门，被铁链捆着的子英突然冲出去大喊救命，恐怖的脸正好和村长撞个正着。村长被吓得摔下楼梯摔死。当年就是他包庇了那些人渣，他也是那起惨案的凶手之一。接下来就是金科长，他一如既往的拿着朵玫瑰花过来，看到床上性感的叶子，借口天热开始解扣子，结果被叔叔捆绑起来。叶子播放他猥亵自己的视频，金科长慌了。叶子表示自己耳朵很好，不该听的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接着威胁子英将金科长前面的肉吃掉。子英不愿意，叔叔便开始对他动手动脚，子英不得不选择妥协。他解开金科长的皮带，跨坐在他身上，狂揍他的头。金科长一开始甜言蜜语求饶，一看来真的就开始咒骂子英。子英一气之下拿来剪刀，狠狠扎向他的裤裆。刀片开合之间，金科长就变成了小金子。接下来的复仇对象就是那群小混混。他们又从窗户偷跑进来，看见叶子不在床上，便下楼查看。撞见叔叔也丝毫不慌张，依旧那么嚣张。叔叔接二连三送他们领了盒饭。最后一个目标就是那个警察。当年那群禽兽能这么快的脱罪，就是牧师的父亲和警察同流合污，草草定罪，相互掩护。房子里一片漆黑，叶子突然出现，把警察吓了一跳。看到旁边的叔叔，他将手偷偷伸到后面掏手枪，还没掏出就被叔叔拦腰抱住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都死死地掐住对方的脖子。最终警察被干掉，但叔叔也身中数枪，倒地不起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叔叔，叶子才猛然想起，当初他看到母亲被侵犯后，是叔叔将他抱进房间，并告诉他要一直躺着，像睡着了一样，这样才能安全。叔叔的一句话让叶子牢记了10年。叔叔抱着叶子往门口走去，却因疾病复发倒地吐血。他拿出口袋里的画，那是叶子为他画的肖像画，最终割破喉咙死在了叶子面前。叶子挣扎着向门口爬去，5张画象征着无火人，他们全部都死了。叶子打开大门，无数的光涌进屋子，他克服了内心的障碍，勇敢走了出来，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下。时隔多年，他终于再次感受到了阳光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